林飞在军训时表演徒手劈砖，成了全校闻名的女汉子，被特招进了校散打队。我好心提醒林飞，同学，你快别逞威风，这是我花钱买的道具泡沫砖。闭嘴吧，你个弱不禁风的白斩鸡，懂什么叫真功夫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嫉妒我能进散打队。我劝你别挡我的路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砖头。怎么不服气？我男朋友可是校散打队队长，一拳能把你身白骨打断。就你这种病秧子，连给赵凯提鞋都不配。我捂着脸，疼得冷汗直冒。林飞以为我怕了，为了让我彻底闭嘴，竟在散打队表演赛上公开点名要我上台切磋，想当众羞辱我。淡定地签了生死状，在闺蜜的尖叫声中走上擂台。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林飞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我爸怕我受欺负，特地请了8个世界格斗冠军当我的陪练。没错，林飞嘴里那个一拳能打断我排骨的队长，去年被我一脚踹进了 ICU。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非要闯。今天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女汉子。安然，你疯了，快下来，你会死的！白斩鸡，想不到你还真敢上来。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，只打断你一条腿。台下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她的男朋友赵凯靠在台边，双手抱胸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菲菲，别跟这种垃圾废话，3秒钟解决安然，我们去吃宵夜。放心吧，阿凯，我保证让安然这辈子都忘不了今天。裁判是个中年教练，他看着我单薄的身体，眉头紧锁。同学，你确定要继续吗？生死状一旦签了，就不能反悔了。我确定。比赛开始。话音刚落，林飞就朝我扑来。这一脚要是踢实了，我这张脸就算毁了。台下苏青的尖叫声几乎刺破我的耳膜，我没动。就在他的脚尖即将触碰到我鼻尖的瞬间，我身体后仰，做了一个铁板桥。他的脚尖擦着我的额发扫过，林飞一脚踢空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踉跄着差点摔下擂台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你只会躲吗？废物！你的速度太慢了。你找死！我侧身，轻松躲过他的一记直拳，他另一只拳头接踵而至。我伸手，用2根手指轻轻夹住了他的手腕。林飞怔住了，他用尽全力想把手抽回来，却发现我的手指纹丝不动。你……现在轮到我了。我手指微微用力，林飞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张脸痛到扭曲，他的腕骨快要被我捏碎了。台下的赵凯脸色一变，站直了身体。菲菲，我松开手，顺势一推，林飞噔噔噔地后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全场哗然。谁也没想到，被全校公认的女汉子林飞，在我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林飞坐在地上，抱着自己发红的手腕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我一步步向他走去。在厕所里，你说要见我一次，打我一次，你说要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砖头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现在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林飞的身体开始发抖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你别过来！他手脚并用的向后退缩。台下的赵凯终于看不下去了。住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我没有理他，目光依然锁定在林飞身上。站起来！我的声音不大，林飞浑身一颤，竟然真的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怎么，不继续了吗？你的真功夫呢？我歪着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还是说，你的功夫就跟那块泡沫砖一样，一戳就破？泡沫砖3个字狠狠刺中了林飞和赵凯的神经。林飞的脸瞬间变得煞白，赵凯的瞳孔猛地一缩，台下的人群也开始议论纷纷。泡沫砖什么意思？难道军训那个徒手劈砖是假的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女生怎么可能那么厉害？林飞听着周围的议论，看着我嘲讽的眼神，羞耻和愤怒再次战胜了恐惧。我杀了你！他尖叫着再次向我扑来，这一次他用上了所有的力气，一拳轰向我的心脏。赵凯的脸色也变了。菲菲，不要！但已经晚了，我冷哼一声，不闪不避，同样一拳迎了上去。我的拳头后发先至，在他的拳头离我还有半米远的时候，我的拳头已经轻轻地印在了他的腹部，没有巨大的声响，只有一声闷哼。林飞的身体没了力气，软软地跪倒在我面前，他张着嘴，大口喘着气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滚落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只剩下无尽的恐惧。我收回拳头，低头看着他。我说了，你的速度太慢了，你的力量也太弱了，就凭你也配叫女汉子？整个体育馆鸦雀无声，前一秒还不可一世的散打新星，下一秒就跪在地上。而那个一直被他们嘲笑的白斩鸡，此刻却像一尊不可战胜的神。苏青在台下激动地捂住了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赵凯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，他是个怪物，他死死地盯着我的动作，我的步伐，我的出拳方式，越看他心里就越是发毛。裁判也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连忙上前查看林飞的情况。林飞已经痛得说不出话，蜷缩在地上，浑身抽搐。医务人员，快叫医务人员！裁判对着台下大喊。我没有再看林飞一眼，转身准备下台。等一下！赵凯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他缓缓走上擂台，站到我面前。他比我高出一个头，身材健硕。你打伤了我的人，就想这么走了？他的眼神阴鸷，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不然呢？你还想留我吃宵夜？赵凯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你很强，我承认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但你不该伤他。哦。我挑了挑眉。他把我堵在厕所里扇我巴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该伤他？他在全校面前羞辱我，逼我签生死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该伤他？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砸在赵凯的心上，也砸在所有观众的心上。赵凯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那也是你们女生之间的矛盾，现在是我叫散打队队长赵凯，要为我女朋友讨回公道。他这是要亲自下场了。台下顿时嘘声一片。真不要脸，打不过就自己上，还队长呢，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？赵凯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他要在这里把散打队和他自己丢掉的面子全部找回来。我要向你挑战。他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我看着他这张虚伪又自大脸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你确定？当然。赵凯以为我怕了，嘴角重新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怎么，你不敢？你现在认输，给我女朋友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我摇了摇头。我不是不敢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。我是怕你连去年是怎么进 ICU 的都忘干净了。我的话音落下，赵凯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凝固，他的瞳孔骤然收缩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声音都在发颤。去年那件事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噩梦，在一个无人的小巷里，他因为调戏一个路过的女孩，被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撞见，他仗着自己是散打队长，嚣张的让对方滚，结果那个人只用了一招，一记看似轻飘飘的侧踢，他没看清对方的动作，就感觉自己的肋骨像是被撞断了，剧痛传来，他整个人飞了出去，撞在墙上，当场昏死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 ICU 了，医生告诉他，他断了3根肋骨，内脏轻微出血，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。他一直对外宣称是自己出了严重的车祸，因为他根本无法接受自己这个散打冠军会被人一脚踹成重伤。更让他恐惧的是，他连对方是男是女、高矮胖瘦都不知道。那个人就像一个幽灵，这件事成了他心底最深的恐惧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今天会从眼前这个瘦弱女孩的嘴里听到这件事。是你？赵凯的声音抖得像筛糠，他指着我，脸上血色尽失。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那个眼神冰冷淡漠，和那个夜晚小巷里那个人的眼神一模一样。恐惧将赵凯淹没，他扑通一声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全场死寂，堂堂散打队队长还没动手就给对手跪下了。阿凯，你干什么？快起来啊！刚刚缓过来一点的林飞看到这一幕，急得大叫，但赵凯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他浑身颤抖，牙齿打颤，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您。他语无伦次，开始对着我磕头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擂台的木板被他磕得砰砰作响。所有人都石化了，这个叫安然的女生到底是什么来头，能把散打队队长吓成这样？我看着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的赵凯，觉得有些无趣。本以为他能让我活动活动筋骨，没想到这么不惊吓。滚吧！我淡淡的吐出2个字。赵凯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从擂台上逃了下去，甚至都没看一眼还躺在地上的林飞。他一头扎进人群，消失不见。偌大的擂台上只剩下我和瘫软在地的林飞。他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引以为傲的男朋友会怕我怕成这样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蹲下身子。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砖头了吗？林飞浑身一抖，惊恐地看着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，记住，以后别再惹我，不然下一次断的就不是肋骨了。说完，我站起身，走下了擂台。苏青立刻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我。安然，你吓死我了，你太厉害了。他又哭又笑，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背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散打队表演赛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，我一战成名，病秧子的外号没人再提，取而代之的是格斗女王、女武神之类的称呼。那个视频在校园论坛上被置顶飘红，点击量一夜破100万。视频里，我轻松躲过林飞的攻击，2根手指让他动弹不得，一拳将他击溃。而散打队长赵凯更是在我面前下跪磕头，所有人都对我充满了好奇和敬畏。林飞和赵凯则成了全校最大的笑柄。林飞引以为傲的徒手劈砖也被扒出来用的是泡沫道具，他从女汉子变成了泡沫女侠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他承受不住这种羞辱，第2天就申请了休学。赵凯更惨，他身为散打队队长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女生下跪。散打队的队员们觉得颜面尽失，联名上书要求罢免他的队长职务。
赵凯自知无颜见人，也灰溜溜地退出了散打队，整天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。而我则回到了平静的生活，上课、下课、去图书馆，只是身边总会多一些敬畏和好奇的目光。苏青成了我的贴身保镖，赶走了所有想来一探究竟的搭讪者。安然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那么能打？赵凯为什么那么怕你？回宿舍的路上，苏青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底的疑问。我笑了笑，把早就想好的说辞告诉了他。我爸怕我体弱被人欺负，从小就给我请了几个武术老师，强身健体而已。至于赵凯，我顿了顿，去年我在校外勤工俭学，看到他欺负一个女生，就顺手教训了他一顿，可能打得有点重，给他留下心理阴影了吧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个渣男活该。他义愤填膺地说道。我们正聊着，迎面走来几个人，是校散打队的人，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，他叫陈峰，是散打队的副队长。之前赵凯在的时候，他一直被压着。他们看到我，停下了脚步。陈峰走到我面前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安然同学，有事？我淡淡的问道。陈峰深吸一口气，忽然对着我90度鞠躬。之前赵凯和林飞对你做的事，我代表散打队向你道歉，是我们识人不明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身后的几个队员也跟着一起鞠躬道歉。我有些意外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说道。陈峰直起身，眼神灼热地看着我。安然同学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校散打队，并且我希望你能担任我们的总教练。陈峰的话让我和苏青都愣住了，让我去当散打队的总教练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苏青忍不住说道。安然他只是个普通学生。陈峰却一脸严肃。我们都看了你和林飞比赛的视频，还有赵凯，他对你的反应，你的实力远在赵凯之上，甚至比我们学校的专业教练还要强。我们散打队需要你这样的强者来指导。他身后的队员们也纷纷附和。是啊，安然同学，你就来吧，有你做教练，我们一定能拿到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。他们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崇拜。我有些头疼，抱歉，我没兴趣，我直接拒绝了，我只想当个普通学生。陈峰的眼神暗淡下去，但还是不死心。安然同学，你再考虑一下，任何条件我们都可以谈，你不需要每天都来，1周来指导我们1次就行。这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们散打队来说意义重大。我摇了摇头，我真的没时间。说完，我拉着苏青准备离开。等等，陈峰忽然叫住我。我知道你可能看不上我们学校的散打队，但是今年的全国大学生联赛冠军的奖励是一株百年野山参。我听说你一直在到处找这种药材，是为了给你体弱多病的母亲治病，对吗？我停下了脚步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，常年需要名贵药材温养。我爸虽然有钱，但像百年野山参这种有价无市的天才地宝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之前我一直在托人寻找，没想到会在这里得到消息。陈峰看到我的反应，知道自己赌对了。只要你愿意担任我们的教练，带领我们拿到冠军，那株百年野山参就是你的。我们所有队员都可以立下字据，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条件。我沉默了片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陈峰和队员们顿时欢呼起来。苏青在一旁担忧地看着我。安然，你真的要当教练啊？会不会太累了？我拍了拍他的手。放心，只是一群学生而已，不费事。我看着陈峰他们兴奋的样子，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。全国大学生联赛，我记得去年那个被我一脚踹进 ICU 的赵凯，就是上一届的联赛亚军，而那一届的冠军好像是隔壁体育大学的一个叫暴龙的家伙。据说那个人下手极黑，和他对战的选手非死即残，有点意思。或许这次比赛不会像我想的那么无聊。我担任散打队总教练的消息再次在学校引起了轰动。一个大一新生，还是个女生，居然成了校散打队的总教练。很多人都觉得散打队的人疯了。我第一次去训练馆的时候，所有队员都整齐列队，恭敬地喊我安教练。我没有废话，直接开始了我的教学。你们之前的训练方式都是垃圾，这是我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。所有队员都愣住了，包括站在一旁的陈峰。安教练，我们之前的训练计划都是王教练制定的，他是省队的退役队员。一个队员小声地反驳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所以你们在他的指导下拿过冠军吗？那个队员顿时哑口无言。我们学校的散打队在全市还算不错，但放到全国完全不够看。你们的力量训练只注重肌肉维度，却忽略了爆发力；你们的耐力训练只是单纯的长跑，却忽略了心肺功能的极限压榨；你们的格斗技巧更是僵硬死板，只知道照搬套路，不知道变通。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所有的问题，队员们听得面面相觑。那安教练，我们应该怎么练？陈峰虚心地请教。我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训练计划，从今天起，所有人按照这个计划来训练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，有多牛逼，在这里你们就是一群菜鸟。谁要是坚持不下来，或者敢质疑我的训练方式，现在就可以滚蛋。我的语气冰冷，队员们看着那份密密麻麻的训练计划，一个个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上面的训练量是他们平时的3倍不止。什么徒手攀爬15米高墙，负重30公斤沼泽地越野，高压水枪冲击下扎马步，这简直是虐待。安教练，这能行吗？会不会练死人啊？一个队员颤抖着问道。我冷笑一声，怕死就别练武，想拿冠军就要有死的觉悟。我再问一遍，有谁要退出？训练馆里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动。很好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那就开始吧。今天第一个项目，全体蛙跳环绕操场50圈，跳不完的没有晚饭。在我的魔鬼训练下，散打队的队员们开始了痛不欲生的日子。每天训练馆里都回荡着他们的哀嚎，很多人都累到虚脱，趴在地上起不来，但没有一个人退出。他们的力量、速度、耐力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着。以前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格斗技巧，现在信手拈来。对付这些业余选手，我教的已经绰绰有余了。时间飞逝，很快就到了全国大学生联赛开赛的日子。全国大学生联赛在省体育馆举行，我们作为东道主之一，一出场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当看到我们队伍的教练席上坐着的是我一个年轻女孩时，其他学校的队伍都露出了轻蔑的笑容。中海大学是没人了吗？找个小姑娘来当教练，估计是来当花瓶的吧，给队伍加油打气的。我看他们第一轮就要被淘汰。我们的队员们听到这些嘲讽，一个个都气得脸色发青。我抬了抬手，制止了他们，用拳头让他们闭嘴。是，安教练，队员们齐声应道，眼神里燃起了战火。抽签结果很快出来了，我们的第一个对手是去年的8强队伍金陵科技大学，他们的队长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的壮汉，外号铁塔，以力量著称。比赛开始前，铁塔指着我们队的先锋李浩，嚣张地说道：“小子，我劝你现在就投降，不然我一拳下去，你妈都认不出你。”李浩按照我的吩咐，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：“你废话真多。”铁塔气得七窍生烟，比赛一开始就猛地冲向李浩，他势大力沉的一拳足以击碎一块石板，但李浩只是脚下一错，身体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转，轻松躲过了这一拳。同时，他的手肘顺势上扬，精准地击中了铁塔的腋下，那里是人体的神经密集区。铁塔巨大的身体猛地一僵，右臂瞬间失去知觉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李浩的攻击就如同狂风暴雨般袭来，拳、肘、膝、腿，每一个部位都化作了最致命的武器。他把我教给他的近身缠斗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，铁塔空有一身蛮力，却根本发挥不出来，被李浩贴身压制，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最后，李浩一记干脆利落的过肩摔，将200多斤的铁塔狠狠地砸在了擂台上。铁塔口吐白沫，当场昏死过去。全场鸦雀无声，只用了1分钟不到就 KO 了去年的8强选手。中海大学的实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了？那些之前嘲笑我们的队伍此刻都闭上了嘴，我们的队员则一个个挺起了胸膛。接下来的比赛，我们一路横扫，8强赛、4强赛，我们都以碾压的姿态轻松取胜。我们成了本届联赛最大的黑马，而我这个神秘的美女教练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。很快，我们迎来了决赛，我们的对手是本届联赛的夺冠大热门，卫冕冠军省体育大学。他们的队长正是那个号称暴龙的男人秦山。秦山身高1.9米，浑身肌肉虬结，他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，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狰狞可怖。据说他天生神力，性格暴虐，下手狠毒。去年和他对战的选手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终身残疾。赵凯就是被他打断了3根肋骨，才屈居亚军。决赛前夕，体育大学的教练带着秦山主动找到了我们。他们的教练是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笑得不怀好意。小姑娘，你就是中海大学的教练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决赛的时候让你们的人主动认输，我可以做主，让你们拿个亚军，怎么样？这样你们面子上也好看，我们也能省点力气，皆大欢喜。他一副施舍的语气，我还没说话，陈峰就忍不住了。你做梦，我们是来拿冠军的。体育大学的教练冷笑一声，冠军就凭你们？小伙子，别太天真了。你们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？是暴龙秦山。他拍了拍身边秦山的肩膀，秦山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，只是用一双野兽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小姑娘，你的队员很不错。秦山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嘶哑，但是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决赛的时候，我会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打残。不过，他话锋一转，舔了舔嘴唇，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。如果你愿意，今晚来我房间陪我喝一杯，或许我会考虑对你的队员们手下留情。我们队的队员们瞬间暴怒，一个个攥紧了拳头就要冲上去。都给我站住！我冷冷地开口。队员们停下脚步，不解地看着我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秦山面前，我比他矮了将近2个头，显得格外娇小。我却直视着他的眼睛，笑了。你的提议听起来不错。秦山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当然。我拖长了尾音，笑容变得冰冷。不过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点在他的胸口。现在
跪下，给我磕100个响头。或许决赛的时候，我会考虑不把你的腿打断。秦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他身边的教练也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臭丫头，你竟敢侮辱秦山！你等着，决赛的时候，我要让你们中海大学全军覆没！秦山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。很好，他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你成功的激怒我了。决赛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队员是怎么在我手里变成废物的，我也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。说完，他带着人转身离去。决赛当天，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，所有人都想见证，是卫冕冠军暴龙秦山继续他的不败神话，还是黑马中海大学一黑到底？比赛采用5局3胜制。第一场，陈峰对阵体育大学的副队长。陈峰牢记我的战术，不和对方硬拼，利用灵活的步伐和对方周旋，最后在第3回合抓住对方的一个破绽，一记重拳 KO 了对手。我们先下一城，全场欢呼。第二场，对方派上了一个速度型选手，我派上了我们队里最擅长防守反击的李浩。李浩稳扎稳打，顶住了对方暴风骤雨般的进攻，最终抓住机会，以微弱的点数优势赢得了比赛。2比0，我们拿到了赛点。所有人都沸腾了，我们离冠军只有1步之遥。体育大学的教练脸色铁青，他看向秦山，眼神里充满了期望。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秦山身上了。第3场，秦山亲自上场，他一走上擂台，整个场馆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，那股凶悍暴力的气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窒息。我方出战的是队里最抗打的一名队员。比赛开始的哨声一响，秦山就向我们的队员冲去，没有技巧，没有试探，只有最纯粹、最野蛮的力量。我们的队员只来得及做出一个格挡的姿势，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队员的手臂被秦山一拳直接打断了。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全场。那名队员抱着自己断掉的手臂，痛苦地倒在地上。秦山却像没事人一样走上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胸口。废物！他轻蔑地吐出2个字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被秦山的残暴手段惊呆了。我们队的队员们一个个目眦欲裂，裁判连忙宣布秦山获胜。医务人员冲上台，将我们受伤的队员抬了下去。2比1，体育大学扳回一城。第4场，秦山继续出战，我们派上另一名队员，结果和上一场如出一辙。比赛开始不到10秒，我们的队员就被秦山一脚踹断了膝盖，当场失去了战斗力。秦山再次获胜，2比2平。比赛被拖入了最终的决胜局。体育大学那边士气大振，开始疯狂叫嚣：秦山无敌，秦山必胜。而我们这边则是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和担忧。我们已经没有队员可以派上场了。陈峰和李浩刚刚打完比赛，体力消耗巨大，根本不是全胜状态下秦山的对手。其他队员则被秦山的残暴吓破了胆。安教练，现在怎么办？陈峰焦急地问我。我看着台上那个不可一世的身影，眼神平静。还能怎么办？我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早已换好的运动服。我亲自上。安教练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秦山他不是人，他是个疯子，你上去会被他打死的。队员们纷纷劝阻我。苏青更是直接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哭着求我不要去。安然，别去，我们不要冠军了，我求求你。我拨开他的手，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走上擂台，站到了秦山的面前，全场观众都发出了惊呼。教练亲自下场，还是一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教练，对阵的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暴龙秦山。体育大学的教练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中海大学是没人了吗？居然让一个娘们上来送死！秦山也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一个残忍而兴奋的笑容。小姑娘，我该佩服你的勇气呢，还是该嘲笑你的愚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么快就输的，我会一寸一寸地敲碎你全身的骨头，让你在无尽的痛苦中后悔惹怒了我。裁判也走了过来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这位教练，你确定要参赛吗？你不是注册选手，按照规定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证件。我是中海大学的特聘体育教师，也是散打队的注册技术顾问。这张证件是我答应担任教练后，学校特批给我的。裁判接过证件看了看，确认无误后，只能无奈地退开。好吧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比赛无眼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果自负。我点点头。决胜局正式开始。秦山没有立刻发动攻击，他绕着我缓缓踱步，眼神戏谑，打量着我。小姑娘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让你输得体面一点。我看着他，忽然开口问道，去年那个被你打进医院的亚军叫赵凯，对吧？秦山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提起这个。没错，怎么，你认识那个废物？不认识。我摇了摇头，不过我听说他也是被你打断了3根肋骨，是又怎么样？秦山不屑地说道。我笑了，不怎么样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个被你打断3根肋骨的赵凯，后来被我一脚踹进了 ICU。秦山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我的话像一道晴天霹雳，在他脑海中炸响。他忽然想起来，赵凯曾经提过，自己之所以会输，是因为比赛前被人偷袭，受了重伤。
难道不等他细想，我已经动了？我的身影瞬间从他眼前消失。秦山瞳孔一缩，好快，他本能的转身想要防御，但已经晚了。一只秀气的拳头在他的视野中不断放大，那拳头看起来毫无力道。砰！一声闷响，我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下巴上。秦山200多斤的身体竟然被我这一拳直接打得双脚离地，飞了起来。他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，重重地摔在了几米外的擂台上。整个体育馆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一拳，只用了一拳就把暴龙秦山给打飞了。秦山躺在地上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他的下巴已经失去了知觉，满嘴都是血腥味。他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，但全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一样，根本使不出力气。我缓缓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这就是你的实力，太弱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充满了失望。就凭你这种货色，也配叫暴龙？简直是在侮辱恐龙。秦山被我的话刺激得双眼通红，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，用尽全身力气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向我扑来。我要杀了你！他挥舞着砂锅大的拳头砸向我的脑袋，这一拳足以开碑裂石。台下的人都吓得闭上了眼睛，苏青更是尖叫出声，我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就在他的拳头即将碰到我的瞬间，我抬起腿，一记看似随意的鞭腿后发先至抽在了他的腰上。咔嚓，又是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。秦山的身体再次飞了出去，这一次他飞得更高更远，直接飞出了擂台，重重地砸在了体育大学的教练席上。桌椅板凳被砸得稀烂，那个油腻的教练吓得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一边。秦山躺在废墟里，口中不断涌出鲜血，身体蜷缩着，不停地抽搐。他的脊椎被我这一脚直接踢断了，这辈子他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体育馆里针落可闻，他们看着擂台上那个纤细的身影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我站在擂台中央，环视四周，所有和我对视的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。我把目光投向裁判席，裁判也吓得脸色惨白，过了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拿起话筒宣布了比赛结果。决胜局，中海大学安然胜。本届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是中海大学。短暂的寂静后，我们学校的观众席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，队员们冲上擂台，将我高高的抛向空中。安教练牛逼，冠军，我们是冠军！他们笑着、跳着、哭着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辛苦和汗水都得到了回报。苏青也冲了上来，抱着我喜极而泣。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激动的脸，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或许当教练的感觉也还不错。比赛结束后，主办方举行了颁奖典礼。我代表学校从主办方手里接过了那个装着百年野山参的锦盒。我打开看了一眼，餐体饱满，餐须完整，果然是极品。有了它，妈妈的身体就能好很多了。就在这时，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到了我面前，为首的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。小姑娘，你好，我是国家武术协会的会长。他向我伸出手，眼神里充满了欣赏。我看了你的比赛，你的身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强的。我代表国家队，正式邀请你加入，代表国家去征战世界。国家队的邀请，我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抱歉，会长，我志不在此，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。说完，我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抱着锦盒转身离去。打架只是为了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至于那些虚名，我毫不在意。回学校的路上，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。然然，听说你把人打残废了。打得好，不愧是我女儿。电话那头传来我爸爽朗的笑声。不过下次注意点，别总把人往 ICU 里送，医院床位也紧张。我有些无语。对了，你那8个师傅听说你拿了冠军，非要给你开庆功宴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？过2天吧，我先把药给妈送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大学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。